再讲到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，因为人类排放了太多的温室气体，让我们的气温过去就不可能会那么高啊。森林因为温太干燥，发生火灾，或者下雨，就好像水从天上倒下来，很多地方就闹很严重的水灾。假如大家还是生活上面、整个观念上面、做法上面没有什么改变的话，这个地球真的是已经不再合适让人可以居住，这是非常危险。那台达创立是1971年，那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讲到还没有人提到什么叫气候变迁。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英国人在伦敦那个时候做了这个蒸汽机，节省很多人工，所以带动了工业的发展。可是接下来呢，就看到这个伦敦那个河。因为大家发展工业，就把一些东西就倒到河里头，都要把鼻子捏起来，就是说空气非常肮脏，环境。所以这个印象，发展工业以后，常常都会产生这个环境的污染，就觉得这些是过去人家已经有的经验，为什么后面的人不会去注意这件事情？后面你再发展工业的话，你就有所预防，去避免再度的产生这个错误。我进入 TRW 我们那个时候进去是做 variable capacitor 那个产品的经理，这个整个产品归我负责，他就有电镀厂。我到美国去看看这个 TRW 的工厂，这个对于环保了、对水处理了、对这个做得怎么样？结果我看了相当满意的，每一个小时去加一些药品，把它固化了，就是水就没有毒，然后再把水排出去。可是我回来以后，就如你讲的，那个洗的东西，就说它就不像美国有去处理，它就直接排到沟里头去。我就看它排到沟外面都是田，就是说这些有毒的水呢，就排到田里头，这是归我管的。我一看很失望。怎么搞的？美国人你在自己的工厂，在美国工厂管得这么好，怎么回来以后，这些设备都没有，就是直接让它排到田里去？我就自己想办法，就找，就做也做一个水池，然后把这个排到那边，用这个活性炭啊，还有各种这个过滤的一些东西，把它做起来，也用那个药水去做，没有说1个小时做一次，至少1天，让它排的都是没有问题，这样这个就把这个问题处理了。后面的话，有一段时间生意不太好。TRW 的问题
这个当生意下来，不是说永远这样，那么他就会去把一些工人把他 lay off 掉。这个在台湾是很不利的，这个我就给他搞得很不愉快，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辛辛苦苦训练表示很好的人，你把他 lay off 掉的话呢，那我下一次要继续做，我要重新去训练，那是要时间的。这个他都听不进去了，他根本是觉得，因为我们的成本低，台湾的工资低，台湾的这个应经理也很好找，他就跑来。哪一天有另外一个地区更便宜的话，他就会跑掉。我是觉得这样我做下去没有意义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我去跟这个大同公司拿订单，他很欢迎，马上就搞定了啦。可是最后告诉他，这个拿到订单不收啊，这个工程部经理，他说老郑啊，你那么内行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来做啊？他说 TRW 订单，这个 TRW 不接，你接嘛，我就给你做，你来做。我们一直做那个零组件啊，零组件一个零组件卖的一颗了哈，是用多少分美金来算的？所以你做了那么多哈，你已经变成最大的量、最大的公司，你的 revenue 我在看跳不了太高，因为那个本身当价你是做到几百万、3000万。后来我就觉得说，我们不能一辈子做这个东西。那我当时就选了是Switching Power Supply。为什么选到 Power Supply 呢？因为这个产品摆在跟后面已经进步的 IC， 可是 Power Supply 就没有用心的方法。那个时候是一个电源。你在一个器件里头，比如说500瓦，你真正用到有用的只有一半。我们是80年代初、83年了什么去做Switching Power Supply，到了这个2000年的话，我们的效率都到90%以上。可是全世界做到90%的厂商很少，到现在。我们可以做到98%，就是说一点都不浪费。2002年，我们就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开关电源厂商。以前日本人做录影机嘛，录影机就把你的节目可以把它录下来嘛，用一个 disc 把它做一个。那台湾大家都想做这个东西，做不出来是那个头。后来的话呢，就是用 digital 的方法做录影带，是在做这个也是用 disc， 那个就比较容易。那我们也去做这个产品。后来我到MIT。他说这个东西，我们也去进入这个行业。后来我听到我就退出，我就不做了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他说后面你不需要去买碟片，也不需要你在这个你要哪一个东西，你只要付很少的钱，你就可以拿到。所以我们就不做了。我们也没有直接找汽车业的公司，因为他说你不是 first tier company， 就找他的最重要的供应商来做。结果像 GM 了什么，他说你把这些供应商都丢掉，你直接给我做。
我们就变成很多公司跟我们来往了以后，都变成我们的 first year company。他要我们做的就是要做动力系统，结果现在世界上很有名的大厂都是我们客户。我是觉得要鼓励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呢，要去发现自己的优点，要很积极的去学习，这是很重要。可是我的感觉也是一样，一个年轻人在你叫他去上学来读书，你不晓得你要走哪一行，你搞不清楚，真的是搞不清楚。那这个呢，跟老师有绝对的关系。以我的看法的话呢，我去鼓励当老师的，我说我们要做好老师，你不要自己认为你是好老师，你很有学问，你讲了学生听不懂，你就不是好老师。的确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最近去搞这个 MOOC， 就是从网站上面他可以去学。好老师把你原来不懂的东西讲得很有兴趣，人家好奇心就会愿意去学，这是好老师。